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王先生25岁，来自山东活动策划；女嘉宾乔女士22岁，来自山东活动执行。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哈，最后你扣那顶帽子叫三观不正，所以想分手。您是想分手的对吧？是。他哪三观不正？说说吧。就最近的一件事儿，前几天我翻了他的手机，发现他跟女生的聊天记录特别暧昧。啊。他给我的解释是，这是工作上的朋友，需要彼此了解，然后建立感情，才可以好好的做这个工作。啊。但是他们谈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谈到了彼此的生活，还有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两个人做了什么都相互说。以及这个女生受到了什么委屈，都告诉他，向他诉苦，他也每天细心的安慰人家，是吧？没有，其实那都是工作关系，因为我是活动执行、活动策划嘛，然后他们就是些礼仪啊、模特儿，因为我经常要带他们出去出活动嘛，然后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分歧啊，有些位置不好啊、费用问题啊，怎么样，我是这中间带头的，然后跟他们处理好关系，以后经常有活动嘛，也好搞好关系嘛，都是工作关系。我跟他解释过很多遍，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儿，也跟我经常吵架。那如果说像他这样说的，只是工作的关系，因为工作里边有这些困难，要彼此来了解一下，我的确能理解。那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生活琐事明明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暧昧的聊天？能解释吗？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活那种的。他们跟我说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我肯定是礼貌人回人家，因为以后的活动嘛，还要抬头不见低头见嘛，所以说跟我说话，我就会礼貌性的说啊，加油，很棒，怎么样，就这样。然后他就觉得我跟人走得太近了，聊得太多，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在你身边也是围绕了很多的异性，是吧？你是要起到一个平衡这些异性的一个桥梁。按你的说法，这是你的工作需要，对吧？算是吧。算是。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就当他的一种解释啊。他对你其他方面好吗？你小片里说也没什么安全感，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拿这一个事情来说，那我也不是不同情你，你实在工作需要，那我也应该体谅你，谅解你。后来我这个气要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让他过去吧。最后他却补刀给我来了一句：“其实男人都这样。”我当时一听，我就根本忍不了了。这不是就是渣男的话吗？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男人出轨都是必然的。不是你坐实了他出轨了吗？先说第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听到其他的，你就给扣那么大的帽子。你再说说你们生活里的其他事儿嘛，姑娘。而且他平时也没有担当啊，没担当。我们两个这个工作性质其实是有些是可以相互对接、可以联系的啊。有时候我的一些客户，他可以对接的方面，我可以把这客户适当也会介绍给他。你是活动执行对吧？对。然后有一次，我这边有一个客户和他认识，有一个饭局，然后这个客户却私下联系我说，只要这个酒局我去了，就把这个活动给我。那我这一个女生，我肯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不怀好意一样，我心里肯定是害怕。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他，这个客户吧是个大客户，因为很多商业吧都是要经着他的那个批，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吃个饭，很多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都在，你多认识人也不错嘛。其实也没什么嘛，那大客户如果得罪了我们，等等啊，这听就有点意思了。翻译一下，有大客户请女生吃饭，原话是只要你来吃饭，单子就给你，对吧？没听错吧？对。女生不敢去，但是男生觉得没什么，大客户嘛，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哎，你就不担心你女朋友那种担心吗？第一呢，这些人吧也都认识嘛，这些人都比较正嘛，然后就是说我也打电话说，我说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这边我肯定你吃完饭我去接你嘛。那你干嘛不陪他去啊？因为我不适合出席那个场合。为啥你不方便去呢？因为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大客户让他去跟他一块吃个饭，然后我再硬蹭蹭去跟大客户说，或者让他去跟大客户说，带着她男朋友一块吧，我就觉得这种这不都认识吗？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去。所以你呀，我结合这件事儿，把上面你说的那个事儿联系在一起，我可以认定他三观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说他跟那些女生怎么有什么不正常或者暧昧，至少在他这儿
他喜欢利用一些东西达到自己的一种目的。对，还有一件事就是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前几天网上出了一款 APP 啊，就是用户付费让主播陪自己聊天的啊。他居然推荐我去做这个，说这个挣钱很多呀。这个事儿吧，我解释一下。有一次是我一个朋友在一块吃饭，说他有这么一个平台 APP 嘛，挺火的，就问我有没有合适。我说我对象这边形象各方面都挺合适的哈。我说他没事在家就老爱翻个手机刷个微博什么的。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说是让他去锻炼一下跟人交际什么这方面嘛？我说那个东西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哈。他说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回家我就随手跟他一说，当个主播呗。后来他很不乐意，我也就再也没说啥。哦，哎，你们俩在一起有快乐时光吗，姑娘？其实仔细想想，我们2个在一起2年了。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想我们之间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的话，我真的想不起来。每次在生活里边每一件小事，他都能让我搞得特别不愉快。这怎么会呢？因为他这个人嘴巴就很毒，自以为是的开一些很恶趣味的玩笑。哦，小片里好像说过这事儿。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微博我刷微博看到了一款就是新出的吹风机，然后这个吹风机当时介绍的时候是说啊，吹干头发又快又不伤头发什么的。这个博主推货的时候就说啊，人家有一个男生买这个吹风机买了3个，给自己的妈妈1个，女朋友1个，女朋友妈妈1个。我就把这个截图，当时我也是无心，觉得撒娇吧，截图发给他。然后我说，哎呀，你看人家别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呀。对，那就是别人家男朋友，又不是你男朋友啊。对，然后呢？因为我怕他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啊，其实我也并不是怎么太喜欢这一个吹风机，我觉得它还挺贵的。那我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我那也没说什么呀。对，你是买了。他当时跟我说，那人家这些人长得漂亮，人家用个好的吹风机，那你长那么丑，你还值得用个这个吗？用个便宜的不也一样？从小不喜欢别人拿我比较，何况我是她男朋友，然后她拿了别人男朋友来说我心里吧多少就是不是那个滋味，我就想怼他一下子。他后来还补刀加了一句什么说，你让别人送你爱马仕的女孩，你自己首先得买得起香奈儿啊。那这句话我就实在是心里就过不去了。你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还配不上一个吹风机吗？这句话是我看那个朋友圈，朋友一吐槽一个人，我正好那个时候我心里有气儿嘛，我就是复制了给粘贴过去了，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事儿，我就，唉，这恋爱谈的还有别的吗？我们的每一件小事他都让我觉得特别不愉快。哦呦，还有呢啊，说前段时间我下楼梯不小心踩空了，膝盖撞到了台阶上，当时膝盖都凹进去一块，我真是特别疼。我寻思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我说我下楼买柚子的时候踩空了，撞到台阶上了，挺疼的，要么你赶紧回来给我看一看。那你当时回了我句什么呀？我说这个季节冬天的柚子甜吗？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那搞策划方案，很着急要加班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出门，我记得他跟我说是脚磕了一下子，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有事的话，肯定会很着急让我先回去。他知道我工作忙，然后我也不能不回他，我只能就简单回了一句，结果就又弄得很僵。那我告诉你，主题是我下楼把膝盖磕得挺严重，我很疼。你就问我柚子甜不甜？你只关心那个柚子吗？你关心过我吗？我回家第一件事就看你的腿，有事的话我带你去医院嘛。就是男生在不切实际的时候去开一些他认为很幽默的玩笑，但是女生完全是接受不到的，是这意思吧？对，这倒没什么恶意，你也不用把它放大的去想他不关心你，对吧？他就是不关心，他心都不在我这儿啊。比如呢？那我今年春天有一次出差，然后出去了大概得半个多月左右。他是真的是一个消息一个电话都没有，每次是我忙完了这一天的事儿，我回到酒店，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告诉他这一天干嘛了，期间一个消息都没有。然后我跟他就是撒个娇嘛，我说好想把我自己装进邮递的那个盒子里，可是快递员不收我呀。你当时开了句什么玩笑？我说你那个弄个骨灰盒回来吧，我那个就是开个玩笑嘛。他告诉我骨灰盒能装得下我。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想我那种的，就是他那个时候休息嘛，就在那聊天我就在那打趣。其实我也挺想他的，因为他出差，我为什么不联系他？出差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工作到底在那干什么，什么时候忙。然后我也是看着日期一天一天扒了手指头那种的，就盼着回来嘛，是不是？我自己女朋友在外面肯定会担心。你们俩日常交流就是这么交流啊？
对他完全就体会不到我在意的那个点在哪儿。哦。然后我记得也是年初2月份那会儿，有新闻就报道说最近有那个红月亮。我当时是觉得2个人平时就是忙工作，就借此这个机会2个人一块出去看看红月亮，浪漫一下嘛。那为这个我还主动去买了这个摩天轮的票，我还特意去借了那个长焦镜头，然后我们2个就去了。那天我们坐在摩天轮上的时候，本来一块看看月亮、说话什么还挺开心的。有一阵他就没说话，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呢？”然后他说：“哎，我在想你今天急忙的催我出来，我这脸上都没抹点油，就干死了。”我是从小不喜欢那种浪漫那个氛围，浑身不自在。我知道他的想法，我也知道他付出很多，确实是。真的受不了那种就是浪漫气氛，然后夹在那中间浑身不自在。哎呀，你们俩是怎么熬下来的？这么多年的恋爱啊，就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你们弄得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那么尴尬。你们一起出去玩过吗？我们2个第一次出去旅行是去年，那是我们2个第一次出去，然后也是没有什么经验，酒店什么的也是订贵了。然后出去玩也没有做计划，玩的也不是挺开心的。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去西安玩吧。我一听他难得这么主动跟我说一块要出去玩的事儿，我还挺开心的。我当时就翻看笔记本，就赶紧在这儿找现在订酒店是不是便宜啊，然后要去哪里玩做攻略。他又在一边又开始不耐烦了，哎呀，咱又不是今天马上就要走，你着什么急？每次都是这样。后来在接下来这1个多星期里边，我每次觉得咱俩一块看看酒店吧，看看攻略吧。啊，你着什么急？着什么急？我就是兴冲冲的，他就给我泼上冷水，我也那就不想看了。然后到真的要出去玩这件事的时候了，一看酒店也满了，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他什么都没有做，却在埋怨我说：“你怎么不提前做好攻略呀？我都跟你说要出去玩了。”我当时就很无语。我在做攻略的时候，你说什么？所以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觉得他说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怎么说？其实我俩这一路吧走的也挺坎坷的，还挺坎坷。但是我今天来吧，我想通过咱栏目，通过咱这些老师帮帮我，也解决我们的问题，能真正让我们在一块好好的。因为2个人在一块遇见了真的不容易。你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为啥分手啊？因为异地吧。确实是因为异地吗？我觉得你要谈过恋爱，不至于这么不会，他都不是不会说话的问题了，就。他说起他这个前女友，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是2年多，我个子比较高嘛，然后他前女友属于那种比较娇小软萌的那一种，然后他这个前女友让我感觉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生活中跟我比较，我们去个商场坐个扶梯，回头看看我说，哎呀，好久没有女朋友这么娇小软萌的感觉了，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你意思是在怀念那个娇小软萌的前女友吗？不是，我没说是前女友。你那性格一直都是比较汉子那种的，然后我就心里那种忽然间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蕾蕾忽然就觉得就是比较小女人那种，心里特别暖那种的，但是他就觉得我是想前任。他是真的是经常提到，我这是毕业实习1年了，我刚实习工作那会儿工作挺不顺利的，我就回家跟他说，我这里边有好多事我就不会解决，我该怎么办呀？他就顺势跟我提到他这个前女友，说你别看我这个前对象长得比较娇小啊，可是人家内心挺成熟的，人家处理你这些事的时候，人家就会怎么样的去做，你应该像他这样怎么着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当着我的面提这个前女友，我心里是什么感受？你不会喜欢被比较，我就喜欢吗？因为我前对象吧，他是在另一个城市，都是执行，他在从事这个行业吧，时间比较长。然后他是刚入门，所以说很多地方我是对事不对人，反正就是觉得跟他说吧，也没说的不好，让他一直就不满意，我也是真愁。你们俩这个恋爱谈的，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人这个讲自己的这个恋爱讲的如此之乏味，你知道吗？姑娘，你为什么还一直跟他在一起？就是这个男生哪里吸引你？我们也是好多次一起合作过活动，因为这些做活动，所以2个人有感情，觉得还挺聊得来。那是工作伙伴。后来在一起这1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不值得你就是去说，我就因此不跟你在一起了。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后边无法再忍受了，让我觉得无法忍受就走呗，为什么来我们这儿？是我想等于人家要跟你分手，你死皮赖脸把人拉过来了，是这意思吗？不是死皮赖脸，我是真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啥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是之间存在什么问题？好吧，那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想让我们大家帮帮你，对不对？是。
好，那我先跟你女朋友聊两句哈。好。就上次那个让你去维护的那个大客户，是男性吗？对，是男性。如果维护好这个大客户，你们大概可以挣多少钱呢？大概是接近万数的，1万块钱，差不多。你在你们这段感情当中就值1万块钱。作为一个男人，任何一个正常的男性都会排斥女朋友为了自己的工作去陪其他男人做类似的事情。当然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实质性接触哈，仅仅是喝酒这件事儿，绝大多数男人都是拒绝的。而为了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女朋友去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是这个男人的无能、懦弱、不自重。所以如果你们结婚了呢？如果未来继续在一起呢？有一天你会不会把它卖了，还在那儿数钱呢？那肯定不会。你拿什么肯定啊？就拿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件事情吗？就这一个事儿，后面的事儿我都不用听了。我以为你只是情商低，不会说话，其实你是在拿刻薄当幽默。我总结了几件事情，写下来一句话：她是一个长得丑、应该去死还不如柚子的女人。这些词儿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有任何一点点喜欢和爱吗？我能帮你吗，小王？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你让我怎么帮你？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大的原则就是劝和不劝分的。可是怎么让这个女孩坚持？你对她有一点点认同吗？有一点点怜惜吗？如果都没有，说明她不是你珍视的那个女人，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如果不懂，就去学；如果错了，就去改。而你们这一段感情，我认为只有4个字，叫做覆水难收。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哲野老师。那个姑娘，你知道就是我应该跟这个人分手，但是你说到最后，你也不知道是因为哪一点要跟这个人分手。我给你捋一下嘛，总共3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人情商问题，他情商到底。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忠于善良，久于人品。你不善良，
人品太差。就你刚才那些话都能自己说出口，说我不方便去。姑娘，我告诉你，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但不爱你的人怕你要的太多。他不光怕你要，还怕你不给他。所以真的，今儿有多远跑多远，好吗？然后以后一定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是第一位的，一定擦亮眼睛看清楚这些男人是否带目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比你自己尊严人格要来的重要，是不是？好吧，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你觉得她漂亮吗？漂亮。喜欢？喜欢。那喜欢你为什么？她跟别的男人吃饭，别的男人可能会心有不轨，你却那么放心呢？咱们能不说违心的话好不好？我也不骂你，我们就说点实话。你肯定是觉得她不漂亮。
实2个人在一块儿真挺不容易的。咱俩从认识到现在，时间不长也不短。我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好，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之间有很多你应该能记得的小美好，虽然不大，但是我承认，确实有时候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你的存在告诉我，很多时候我挺有安全感的，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在我身边，我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为你，然后慢慢的全都让所有人，不能说让所有人满意吧，起码我能让我自己对得起良心，慢慢的。好，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来，请关门。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吧：“你在我身边，我很有安全感。”换言就是说，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男生发现了一个很质朴的、很单纯的一个女生，他能给她安全感。但是你何必欺辱这种善良呢？这个女生想挑战一下爱情的极限运动吗？我们看一看，请开门。从没有在意。